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河北，后期编导；女嘉宾小孙23岁，来自河北，音乐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两位啊！做后期的。对。哎，挺好，我们的同行啊，算同行。今儿谁要来的？其实是我们2个都要来，但是我更想要比他来一点，多来一点。啊，嗨，你们俩都想来，你的心情更迫切一些啊。对。为什么要来呢？啊，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也挺长时间了，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他身边的女孩实在是太多了，那简直就像生活在女人堆里一样。主任，你看他外表是斯斯文文的吧？其实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斯斯文文的，但是现在我就越来越不懂他了，我就觉得他现在是表里不一的人。我今天来是想请各位老师给我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行，你把这事儿都说了，他们就分析出来了啊。说吧啊。他之前在上学的时候相亲过10几个女孩，我就不知道，还是一个学生，他为什么要相亲那么多次？我的家庭就是一种那种比较保守的，而且我就是特别听爸妈的话，然后爸妈就经常跟我说啊，那种相亲就是奔着谈恋爱结婚去的，对吧，主持人？他上学的时候是着急结婚还是怎么着啊？就相亲10几个，我就特别不理解了。你应该问他呀。对呀，你相亲10几个怎么回事？我那是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怎么跟女孩接触过，也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我的这个同学啊朋友这都谈恋爱了，人都挺幸福。我自己出去吃饭啊逛街啥的也都看一对一对的，我也挺羡慕，我也想要一段恋爱，我也就想体验一种恋爱的感觉啊。这没什么，人不也告诉你了吗？但是这件事儿之前我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2个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啊。有一次我的朋友说带我去见一个新朋友啊，然后我就没多想就去了，然后就跟他认识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聊天什么的，就是觉得共同话题很多，就是总有聊不完的话。自然而然的吃完饭就互相加了微信嘛。啊。然后加了微信之后，他就每天都会找我聊天啊。然后就是共同话题越来越多，就是爱好也就是挺像的。后来就挺合适的，就在一起了。关键是在一起之后，就有一次吃饭，然后就是也挺开心的，喝了点酒。那一次我才知道他之前谈过10几次恋爱，他是喝醉了之后才告诉我的。你现在给了我们好几个概念了，相亲和谈恋爱是2件事儿，他到底是谈恋爱还是相亲？相亲。之前相亲，但之前相亲我没合适的嘛，那么多都没有成，直到后来遇到了他，我觉得我俩。那你是跟他相亲还是什么？他这属于这个朋友介绍的，然后我俩慢慢自己认识的，这不算相亲啊。明白了。主持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吗？我就是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我就是一张白纸。他不也没谈过吗？是啊，但是他相亲过那么多，一次都没有成功，那谁信啊？而且他相亲的，就是有的比他大，而且还都是社会上的，而且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姑娘？我就觉得。就这件事在我心里起了一个特别大的疙瘩，释怀不了。你说他总多想。你今天为什么来呀？来就是想让他改一改，他身边女孩太多。那就说现在的事儿嘛。现在女孩怎么多了？他就是他不工作的时候吧，还会经常给一些那种漂亮小姐姐去拍那种短视频。你知道那种是什么视频吗？就是穿超短裤、超短裙那种视频。就平时我跟他在一起啊，就他平时多看那种一眼我都受不了，何况他专门给那些拍那些视频呢？我就觉得受不了。这很正常是吧？现在你看这热舞视频呢，这搞笑视频、小段子啥的，挺火的啊。我也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创作，也是一个兼职去拍一下这些，我觉得这很正常是吧？这没什么呀，对啊。工作。怎么可能正常？本来我家庭就比较保守，我就受不了这些，那他就不能为了我不拍这些吗？他拍点别的吗？行，少拍点这种的，主要是比较流行嘛。我是比较怎么说呢？我做这行有一些自己的小理想嘛，我想自己创个工作室，自己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我是这么想的。反正行，我听明白，就是他现在的工作性质跟一些异性接触的比较多，是吧？对。而且他拍那些视频啊，就是，那种就是大长头啊、大长腿啊，就是很漂亮那种，比我漂亮。对，这是他的工作性质，那没办法啊。这还有他工作的时候也是，他工作是做那个什么后期嘛，就比较忙，就是一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然后他
他有一个同事啊，就是总跟他在一起嘛，一整天工作什么都在一起。关键那同事还是个女孩。不是，这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你说你怎么弄啊，孩子？你这。他们俩吃饭什么吃宵夜啊，工作什么，包括见客户什么，反正就是在一起时间比我多了，好像是他们俩是男女朋友一样。这个我就特别受不了啊，我就是后期吗？那个很难受，很吃醋。我俩这一块加班一块工作俩后期不就混在一起吗？4个后期4个一起加班加到半夜了，一块吃个宵夜，这正常啊。你一说到半夜，我就想又有一个事儿，主持人，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睡不着觉，想他了，然后想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干嘛，有没有在工作什么的，结果我给他打好几遍都不通，我就当时就挺着急，怕他出什么事儿，然后就一直打呀，终于有一个打通了，那边传来就是女孩的声音，那我一想，肯定是他那个女同事啊，那个女同事还跟我说，哦，你男朋友睡着了，一会儿醒了之后再打给你。我当时听，我都气炸了。当时，我男朋友手机为什么会在他那儿啊？他会凭什么接我男朋友电话啊？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没通过这件事情，你到你男朋友的公司，就是工作的地方去看看吧？你去看过吗？看过，他那工作室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回事，全都是漂亮的小姑娘，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回事。做后期的有好看的姑娘吗？那光是没别的意思啊，你们别指我。我就说这做后期的小姑娘太少了，都是像她，因为后期一般女生熬不下来的，后期还挺辛苦的。我知道他们，就是有时候我审他们片什么的，我说2点钟看片子行不行？行，你2点钟去了，有些后期确实在睡，这是工作性质，这咱们不说他，说其他的。他最后还跟我发脾气，你知道吗？他跟你发什么脾气？就是说我无理取闹了，就是因为那件事还跟我发脾气。啊！就跟我就说我无理取闹。不是你不知道为啥跟你发脾气吗？我那半夜啊，我加班啊，熬夜睡着了，手机放那儿没接，想好几个。那同事没忙完工作，这他一看是不是有急事啊，想好几个了，人家也给我接了，然后就说他睡了，你要有什么事完了再说。这好心。他就想多了，上来就骂，不要脸了，什么什么的，哎，就整着这磨叽事儿。不，说别的姑娘我不信，说这姑娘我特信，这话她说得出来，符合她一贯的这思维方式。能不生气吗？这以后同事咋相处？行吧，这个咱们就算过去了啊，这都跟工作有关系。生活里怎么样啊？他生活上也是跟陪别的女孩，就是他平时他特别爱旅游，然后他也是机会比较多，总跟朋友出去旅游嘛。然后他就那次跟我说他要出去旅游，还说是推了工作去旅游。你说他平时工作那么忙，他都没为我推过工作。你说一说去旅游了，他就把工作推了。就是旅游的醋你也吃是吧？是他自己去旅游吗？跟别人去旅游还是带你去旅游啊？不是，我这旅游啊，就是我这一个爱好，这是计划好了的，想带他去的。就他家里爸妈不让去啊，然后我也是计划好的，我就不能不去了吧，我也得去呀，然后我就去了。等于是要带你出去旅游，是这意思吧？是我当时我去不了，我爸妈不让我去。你没去成，但是他是要跟你一起旅游的，是这意思吗？就是我说了，我说你别去了行不行，在家陪我行不行？然后他非得去。过了2、3天，我就想看他到底旅游什么呀？就是我知道他就是经常旅游，有个论坛跟他哥们儿就是经常在论坛上发表一些那个就是他旅游的地方啊、风景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了呀，他当时跟我说他出去旅游是跟他的哥们儿去的，我才同意。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合影上面有2个女孩，又有女孩。他为什么骗我呢？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有女孩这件事。不是，我是那驴友啊，就是一起经常旅游的，这认识的，都是旅行的一块儿，人挺好的。本来如果他去的话呢，还可以介绍一下、认识一下，但他没去。哎，你说他这性格，我敢告诉他没有？上次那打个电话就吵起来了，这次还能让我去不？那还打起来的。你说他穷游肯定是住那种青年旅社呀，因为我知道他总是住那种青年旅社，住一起，男生女生。那我就更受不了了呀！本来青年旅社就是住大通铺的呀，不是他就没你住过青年旅社没有？那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驴友一块玩，你今天去哪玩了？有啥好吃的？分享分享，交流交流。那男生女生去就分开了。我之前也翻过他，就是往前翻过他之前旅游，这女孩我发现不止出现了1次了，在跟他一起旅游，出现了很多次，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对那女孩就喜欢那个女孩，就是对女孩有意思啊？不是。别说他身边这些女人了，对你好吗？他？我觉得他平时生活上也不太懂我。他身边这么多女孩，他应该懂女孩都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吧？但是他从来
那你是希望他懂还是不希望他懂啊？我肯定是不希望他身边有这么多女孩，但是他既然有了这么多女孩，他肯定多少的会懂一些女孩的心思啊。你的意思是他不懂你的心思是吧？对，他就是平常送我，就是过生日啊，我过节什么的，就是送我那些礼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都是他旅游途中带回来小工艺品什么的，然后可能他心情好了就会送我本书啊，他喜欢的那种，反正都是他喜欢的，而且他还送过我一双高跟鞋。他是不是觉得我矮呀，我不够漂亮啊？而且还送那些美白的，我觉得他就是嫌我长得丑，或者嫌我长得矮，他就是我本来不喜欢这些东西啊，我喜欢的是小清新这种，我不喜欢那种东西。他要送给你钱，你怎么想？他嫌你穷。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送那些东西真的是啊，我孩子比较有点文艺，放荡不羁那种，讲情怀。那旅游带回来的一些小纪念品，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特好奇，你们俩怎么能在一起过了1年多呢？就谈了1年多恋爱呢？一开始吧，你们俩是俩路上的人呐。怎么说呢？你看，他喜欢弹钢琴，我也喜欢弹钢琴，但是我这不是专业的，他是那个老师。有一次他弹钢琴带我去琴房，那就弹着呢啊，我都看傻了，那感觉就太美了，就仿佛这世界都定那儿了，那感觉就不行了，就反正啊，后来我俩反正聊的，一开始聊的是挺好，反正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慢慢时间长了吧，有一些事儿、工作、生活啥的，他就小心眼啦，就想多啦，这些完了就吵呗。现在日子常吵架吗？反正生活中女孩这么多，就以后我们就经常吵架，就吵得很多。他送你鞋，你真就觉得他嫌你矮？那你看他之前拍那些漂亮小姐姐都是大长腿，然后我没跟你说他那个同事什么也是都是大长腿，都是美女，我就觉得他就是想把我打造成那样。那我非得跟着油腻大叔在一块儿天天，那就对了呗。我就觉得你应该跟那些人在一起，你跟别的女孩在一起，我就是看不惯，就不讲理了，这就。哎。他送你化妆品你也不高兴，他送你鞋也不高兴，他送你书也不高兴，他送你旅游的纪念品你也不高兴，你让他送你什么你觉得是合适的？你看他连一个像样的项链都没送给我，脖子到现在还是空的。那不敢送啊！送你项链不是说你脖子短吗，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主持人。就没送到你心里是吧？对，他不懂我的心思，我想说是这个。女生第一觉得男生跟异性的交往太多了，是这意思吧？哎。第二意思觉得你要交往多了也没关系，你得懂我，对不对？你还不懂我，是这意思吧？行，老师们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首先，我得为那个后期的那个工作环境和后期的同事评个反。妹妹是这样的，当你对一件事情极度不了解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走进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你对他的工作环境不了解，因为我们做媒体的，我们非常清楚后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确实是没白天没晚上，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说是白天晚上，只有活干完和没干完的概念，因为他们要多惨呐，我们这活儿。对，真的不容易，就因为他们要按时按点的去交这个片子，如果交不上来的话，这多大的事故？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常识问题。当你不了解事情真相，或者说你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就试着多走进他的世界，看清楚、了解清楚到底他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一个是给你自己建立自信和安全感，一个是你能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在骗你，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缺乏常识和眼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就像川哥说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他就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他每天接触的除了男人就是女人，那你让他怎么办？绝缘体吗？不可能啊！然后你又要他不接触女生，还要让他懂得女生的心思，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你说你现在脖子都是空的，你要一个项链，你就告诉他呀。你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因为在我看来，他送你的那些礼物，明信片也好，纪念品也好，在我看来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儿，证明他走到了每一个地点都时时刻刻想着你呀。如果你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这件事情就另外一个角度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去否认他为你们的感情或者为你做出的一些付出和努力。
他送的这些礼物可能是没送到你的心坎上去，但是那也代表了他的一片心意，你不能抹杀掉，明白了吗？其次，对男生说就一句话啊，刻意的隐瞒就是欺骗，你甭说什么。那个怕他多想啊，怎么着，然后不告诉他，你明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不告诉他，有一天让他知道，那更严重。是。所以就是想办法带他多走进你的世界，你也想办法多走进他的世界，这样彼此相互了解，才能一起携手走向未来，好吗？好。相爱前提是要先相互了解，好吧？问一下女生，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我觉得我配得上他呀。配得上他。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因为他身边都是那些大长腿、漂亮、大长头发的，我不是，完全不是那种类型的。其实你要知道，从另外一种算法来看的话，人家相亲了那么多，最后选到你，对不对？其实这应该说从男朋友的角度来讲，对你的认可。那身边那么多大长腿，最终不还是你留在他身边吗？所以应该是自信才对。最终你能走多远，在于你，而不在于周边的那些人。那另外一个呢，男朋友一直会觉得他总是无理取闹，对不对？总是不满足，无理还取闹，取什么？闹什么？闹的就是情绪。这情绪是什么呢？对爱的饥渴。所以说，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提那么多的要求，包括你那些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你都是对爱的这种吸取。你觉得他不够关心你，他不够懂你，不够理解你，你对爱来讲，这个需求的量可能会比一般人要大一些。那如果这样下来的话，有可能会拉近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差距。你这种大量的索取爱，会导致他非常的疲惫。疲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差距就越来越大，那么真的就是会让你的担心成为一种事实。所以真正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定是靠你的自信，靠你们感情的经营。外界的影响永远无法靠你个人的意志或者这种强行来去阻止，这根本是做不到的。那么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女生呢，她在这段期间里面对爱的需求比较大一点。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的关注一点，细心一点，帮助他过渡这么一个恋爱的初期，然后他才获得一个安全感，你们的这个感情才会走得比较稳。好了，谢谢。有些事情不是你闭上眼睛就不存在。你讨厌那些身材高挑的女生穿短裙，是吧？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说它是不对的。事实上，那些女生穿的相对于时尚一些，在跟你的男友互动的过程当中，是否有非分之举？你去他的工作场景看一看，你就一目明白。那些旅游的男男女女，他们之间是否有过分的事儿，你去参加一次，你就很清楚。但是你不愿意去了解。你把眼睛闭上说，你们一定有问题。其实事实上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但是你觉得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生活，而应该把我给围起来。但如果他像你所说的，他不那么自由自在了，也不跟那些女性在一起工作了，他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整日的围在你身边，请问你能给他什么乐趣呢？难道就是一副一天到晚凄凄惨惨的样子吗？那倒是一种更大的不快乐。你不穿的挺有灵气的吗？一个大长腿的女生穿你这衣服未必能穿得出你这种风格，所以你应该自信才是。自卑怯懦整天凄凄切切的女生，她给男人带来的是烦躁，是厌烦。一开始还会为了维护你的自尊心，每天说点好话哄哄你，久而久之她就不会再搭理你。所以你必须看得起你自己，因为现在看来你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说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女性繁多，
你也不可以说你从来没有把她放在跟那些女生比较的。我不赞成你永远为了呵护她的自尊而去讨好她，但适当的自持一定是必要的。因为再漂亮的女性，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她内心也会变得自卑起来。我看你的这个样子，看你的这个眼神，我觉得你不太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我感觉直觉想不像，她更加自持一些，你更加自信一些。你应该把你的那种风格的美办到极致，好吗？就这样。自卑啊，自信啊，慢慢来，不是一日养成的。我认为，在爱情当中，我们要寻找的一定是跟自己一致的同类，三观要一致，至少你们在爱好和看待很多重大问题上是一致的，否则走不到一起。所以，姑娘，我觉得生活的豁达一点，这个最重要。好了。你们俩自己决定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咱们两个走到一起，反正经历了那么多，挺不容易的，是吧？而且我也见了那么多女孩，身边也有一些，然后终于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就是喜欢你这份单纯，然后可爱，不像他们那种世俗。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然后就是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我也没有跟你去把这些事情说清楚，然后你不理解我，我就这样了，发脾气就发脾气了，可能我也没做好，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好的。好，时间到，谢谢两位啊，回去想吧，请回。来，请关门。来吧，看看年轻人最后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把尾巴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